你给我过来！你这孩子干什么呀？我在屋里歇一会儿，你把我拉出来干嘛呀？我住我闺女家怎么了？住我闺女家不是天经地义呀？你说我干嘛呀？你天天在家里面不是吃就是躺，一天到晚的你能干些什么？你别忘了，这是你闺女家，不是你儿子家，不是给你养老的地方。我住我闺女家怎么了？住我闺女家不是天经地义呀？天经地义，你说的可真好听啊！你是一个有儿子的，你又不是没有，你想养老，为什么不去你儿子家呀？我想住谁家就住谁家，关你什么事呀？这是我闺女家，你也只是一个外人，关你什么事呀？呀，你老太婆你挺硬啊！你别忘了，你平时住在这个家里面，我哥和我嫂子他们是平时怎么照顾你的，好吃好喝的伺候你。可你呢？你做了什么事你自己心里面应该清楚吧？我做什么了？她是我闺女，她伺候我是应该的。他们伺候你是应该的，那你那老房子拆迁款下来可300多万呢，那你分给你女儿点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怎么拆迁款全给你儿子了，没有我嫂子一点事儿呢？那拆迁款我不给我儿子，我给谁呀？我儿子可是给我传宗接代的人。我看你这老婆子，你就是老思想。你女儿为了你付出了那么多，天天好吃好喝的伺候你，你在这个家里面什么都不用干，可到头来呢，这房子一拆迁，我嫂子却得不到1分，你还好意思口口声声说她是你闺女，你真好意思说得出口？你可别这么说，我在这儿住啊，也不是白住的，这房子我可出钱了呢，我不是白住的。小飞，这你妈干嘛去了？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哎，我妈回来了。哎，小飞、小白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妈，是我们找你们有点事儿。找我有事，那你们呀，就直说吧。妈，这刚刚我跟小白我们去看房子去了，可是那房子太贵了。是啊，妈，这以我们家的经济条件，根本就买不起。我想着，要不这样吧，这结婚我和小飞在我们农村老家结，我们就是看看你有意见没有。办婚礼回老家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我就这一个宝贝女儿，我可不能让我女儿受委屈。可是妈，我们家的条件真的没办法呀，这我们能借的都借了，这只能凑够彩礼钱和买辆车，这个房子我们实在是负担不起了呀。是啊，妈，他们家条件真的不好，要不就在农村办吧。那买房子需要多少钱呀？你们手里现在出了多少呀？我们手里现在大概也就10万块钱了，可是那个房子首付都需要70万呢，还差60万呢。还差60万，要不这样吧，这个60万我出，你们呀先把房子定下来。真的啊，妈，你给我们出这60万啊？是呀，小白，那太好了，咱们这房子就可以买了。妈，谢谢你啊，你放心好了，等我们买这个房子之后啊，我们就把你接过去，我们好好孝敬你。对对对，到时候买完房子把你接过去，我们给你养老。行行行，有你们俩这样说，妈就放心了。我现在就去给你们拿钱。走。这房子不仅我出钱了，我在这儿住，每个月还给他5000块钱的生活费呢。我从来没亏待过他们。你给那点钱你还好意思说？那一个月5000块钱生活费，跟你儿子那300万的赔偿款，那根本没法比。我看你啊，你就是偏心你儿子，你满眼里面都是你儿子，那你凭什么要住在这个家里面住啊？而且一住就是那么多年，我看你啊也该走了。那300万我不给我儿子，我给谁呀？难道我还给一个外人呀？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她可是你闺女。妈，难道我们孝敬你这么多年，在你心目中就是个外人吗？小飞，妈可没这个意思，这只是你小姑子她在找我的茬，妈一气之下才这么说的。妈，我问你，咱们家拆迁款你全部给我弟弟了，这300万是不是真的？是，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住也花不了那么多钱，所以啊，这个钱啊我就全部给你弟弟了。妈，我有时候都想问问你，我和我弟弟在你心目中难道不是一样的孩子吗？这都是你生的呀，为什么你就那么偏向我弟弟呢？
这拆迁款300万呢，你全部给他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？再说了，你这么多年在我家里，我们是怎么照顾你的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是啊，妈，这些年我们对你什么样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小飞，你现在怎么能这样说呢？这你买房子的时候，妈给你添了钱，当时你是承诺过妈的，让我在你家养老的。我们是承诺你让他在这养老，可是那么多年，你看你吃的穿的哪一样不是我们两口子给你买的呀？我弟弟有来我们家看过你吗？就连你过生日，他来过吗？是啊，妈，那天你过生日，我们呀一家人啊都陪着你等弟弟。可是你那打电话他说什么呀？他说他忙，我看他根本就把你的生日放在心上。你说的这些我也都知道。那天呀，也许是你弟弟真的忙来不上，这不证明他不孝顺。啊，你到现在还在替我弟弟找借口。他就算那一天忙，过了那一天呢，这都在我家住了几年了，他天天都在忙吗？就连抽空看你一眼的时间都没有吗？那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我儿子。是，他是你儿子，可我呢？我是不是你闺女呀？妈，你麻烦你给我弟弟钱的时候，你也考虑考虑我。其实我想要的并不是这个钱，我想要是你把我和我弟弟同等对待，而你呢，你心里只有我弟弟。妈，我们的意思呢，也不是非得要这个拆迁款，我们啊争的这口气，你们就是不给我拆迁款，不给我们，你们也跟我们说一声行不行啊？让我们知道有这个事儿，不要让我们觉得我们就是个外人。现在啊，你们说什么啊都没用了，反正啊，这个钱啊，我已经全部给我儿子了。行吧，看来你现在还是不知道自己的错在哪儿。那这样吧，既然你把钱都给他了，我们也尊重你的选择。不过呢，这我们家你也别住了，你还是去我弟弟家吧。什么？小白，你要赶我走？那小飞，妈问你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妈，你自己都说了，你儿子是你们家传宗接代的人，既然你有儿子，那你养老也应该你儿子负责。你还是去我弟弟那里吧。那好，既然你说出这样的话，我走。今天我就把话撂在这儿，我走可以，可是把我给你填的买房子的钱，还有每个月5000块钱的生活费，全部都还给我。行妈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把这个钱给你凑够的。你放心，1分不少，我都会还给你的。那好，既然你这样说了，我走了，你们别后悔。